你有沒有發現，我們對有錢人的想象常常像是在看一部老電影，裡面充滿了各種刻板印象。我们普通人，甚至很多辛苦打拼的中產階級，總覺得財富就是小說、電影裡描繪的那樣紙醉金迷、奢侈浮華。但實際情況，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那些窮人以為富人會做，但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會做的15件事。第一，關於座駕，很多人都覺得有錢人出門肯定都是法拉利、蘭博基尼那種拉風的超跑，但真相是，這些車雖然帥氣，開起來卻一言難盡，內飾不舒服，儲物空間幾乎沒有。更要命的是，他們太搶眼了。真正的財富其實不是要時刻被人關注，那些剛賺到人生第一桶金，恨不得馬上揮霍的暴發戶，才喜歡這種招搖過市的感覺。真正的富人更注重舒適和安全，你更有可能看到他們開着特斯拉或者沃爾沃，而不是那些車門帥到飛起的邁凱倫。第二，關於穿着，很多人覺得有錢人出門必須是古馳、奧迪這些奢侈品牌堆砌起來的，但你知道嗎？這些大牌其實是付錢給明星，讓他們穿戴自家產品，好讓追星的普通人覺得穿上這些就是成功的象徵。然後大家就心甘情願地掏空錢包去購買。如今這些奢侈品牌的銷售額增長，很大一部分是靠西方青少年還有中國、印度的中產階級推動的。名人們在鏡頭前秀着這些品牌，大多都是收了錢的代言，或是免費贊助。他們想讓你相信一雙名牌運動鞋就能帶來幸福，或是讓你被別人高看一眼。結果呢，窮人為了看起來像個富人，反而更難擺脫貧困。第三，關於朋友圈，大家都以為有錢人肯定認識各種明星名人，你也許會想，有錢了不就成名人了嗎？當然會認識名人朋友，但事實是，財富的積累往往是個枯燥又漫長的過程。很多富人的公司聽起來甚至有點無聊，比如幫你安裝屋頂，或者在中國開個拉鏈廠，又或者是做物流。你遇到的富人越多，你就越會發現自己對賺錢的看法有多麼扭曲。很多物流公司的老闆賺的錢，可能比你最喜歡的電視劇演員還要多好幾倍呢。第四，關於財富分配。有人覺得富人會想方設法讓窮人一直窮下去，但這真是個天大的誤解。恰恰相反，富人希望窮人手裡的錢越多越好。為什麼？因為你越有錢就越會消費，越會參與到商業活動中來。這不應該看成富人和窮人，而應該看成建設者和消費者。富人大多是建設者，他們創造價值。如果你不能創造價值，就很難真正富有。第五，關於稅款，這是一個敏感但必須聊的話題。確實，富人每年繳納的總稅款比窮人多。但中產階級可能不知道，富人實際支出的比例往往比普通上班族要少。你在公司上班，工資裡30%到50%的稅款直接就被扣走了。但富人及其公司的稅收規則可不一樣，只要他能不斷僱傭像你這樣的人，政府就很樂意給他們減稅，因為這樣就能從你這樣的普通人身上間接收到更多的稅。第六，關於存錢，很多人覺得富人之所以有錢，是因為他們特別會存錢，甚至連一杯咖啡錢都不浪費，每天把1美元投入股市。窮人確實精打細算，但問題是他們根本就沒多少錢可存，再怎麼省也存不出多少財富。其實富人根本不擅長存錢，對存錢也沒那麼大興趣，因為存錢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增長。相對於節流，富人更重視開源；相對於存錢，他們更努力增加收入。窮人執着於削減開支，富人則想着如何賺錢。記住，如果你能把收入的90%用於儲蓄和投資，而且你的收入水平足夠高，並沒有急着提升生活品質，那麼財富就會很快向你靠近。所以說，富人擅長的不是存錢，而是投資。第七，關於無所不知，大家總覺得如果你能搞定金錢問題，那你就肯定是無所不能的。這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當然，有些能力是相通的，但生活中的很多問題，光靠金錢和數字是遠遠不夠的。不過，社會上確實存在一種名人效應，一旦某人出名了，大家就會盲目地相信他們對國際政治、社會問題，甚至疾病傳播的看法。名人因此獲得話語權，但其實生活更多的是經歷和專業知識，根本不存在能打開所有門的萬能鑰匙。第八，關於壓力，很多人都以為有錢人壓力小，但他們沒意識到，隨着財富增加，你要處理的事情也會成倍增長。你做的每一項投資都有代價，它讓你賺錢的同時，也會佔據你一部分精力。你要應付的事情越多，壓力自然越大。當你建立起自己的商業帝國，所有直接或間接產生的重擔都會落在你肩上。很多人的生計都依賴你的決策，你每一步都得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一旦你做錯決定，其他人也會跟着遭殃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商界人士看起來老得快，也特別熱衷保養和延壽科技的原因。第九，關於休閒，很多人想象中富人整天都在海灘上喝雞尾酒，這其實是上世紀70、80年代一些投資基金為了推銷產品，給你描繪了退休生活無盡的沙灘和瑪格麗特，但真正的富人都知道那都是扯淡。一個普通的高管平均每周的會議時間就高達23小時，這才是光鮮生活背後的代價。你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那些幸福假期照片，往往只是1年中的幾天。
我們總是根據零星的信息就草率地定義別人，別只看到賊吃肉一日雞，看不到賊挨打，多關注別人朋友圈裡那些絢爛生活背後異於常人的努力。第10，關於金錢擔憂，告訴你一個秘密，每個有錢人都害怕有一天會一敗塗地，所以富人其實比窮人更疑神疑鬼，憂心忡忡。這很容易理解，你努力了一輩子，才創造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，現在就要拼死拼活地去守住跑。金錢總是佔據你的大腦，因為它曾經支配了你人生的大部分時間。當你有了金錢，就有了更多風險，它會無限放大你的焦慮，因為你現在有了害怕失去的東西。俗話說，光腳的不怕穿鞋的。當你年輕一無所有時，你可以無所畏懼地去拼搏，你背上沒有千斤重擔，即使失敗，大不了一切歸零，從頭再來。但等你年紀大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對於自己半生拼搏得來的東西，自然會想要緊緊抓住。這時候，有破釜沉舟勇氣的有錢人就少之又少了。第11，關於生活技能，有人常鄙視富人，覺得他們什麼都得假手於人，連給車換機油、洗衣服都不會。這種誤解來自一個現實，你確實很少看到有錢人親自動手做事情，但事實是，這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誰都能學會，經濟價值也很低，所以很容易就能雇人代勞。一旦你掌握了高價值的技能，你就會更傾向於把它變現。而其他那些，如果別人的時薪低於你，當然就應該放手讓別人去做。你會洗車、換燈泡，這很好，說明你有獨立生活的能力。但等你有了更好的選擇，都把自己有限的精力用在創造更多價值的事業上時，就沒必要再親力親為這些生活瑣事了。第12，關於福布斯榜，你的財富不斷上升時，人也會不斷改變。剛起步時，你心裡憋着一股勁，想證明那些看不起你的人是錯的，登上福布斯排行榜甚至封面，對你來說意義重大。但當你財務上成熟後，你就會開始懷疑，跟那些紛至沓來的消息和虎視眈眈的人們相比，你獲得的正面效应真的值得嗎？事實上，有些人花錢上福布斯，而有些人卻出錢把自己撤下來，就為了保持低調。真正的富人不需要別人豔羡的目光，過多的個人關注反而是一种限制，會阻礙他們的行動。保持低調，才能讓他們更加自在地大展拳腳。第13，關於幫助窮人，很多人覺得富人不會幫助窮人，這種想法可能源於你期望不勞而獲，希望不認識的富人直接白白給你好處。但事實是，富人之所以能成為富人，正是因為他們絞盡腦汁幫助人們解決了問題，創造了有社會價值的東西。那些用着 iPhone 在社交媒體上高喊打倒富人的人，可能不會明白這一點。在你發表仇富言論的同時，你卻在不斷為蘋果和臉書增加財富。你還記得以前什麼東西都要裝進腦袋的時代嗎？現在你可以用谷歌了。是的，感謝那些創造谷歌的人，你們為社會增加了那麼大的價值，所以你們住好一點的房子也是理所應當。每當一個人創建一家公司，就需要僱傭員工，這便創造了工作機會，讓一部分人能夠賴以生存。第14，關於矯情，很多人說富人總是裝模作樣，其實越富有的人越在意品質，關注時間。一旦你知道炸雞塊裡有什麼，你就不再想吃那些速食雞塊了，就算要吃，也要吃真材實料的。富人會了解自己時間的價值，珍惜生命的品質，他們並非追求奢侈，而是追求品質。而當這種想法傳到那些安於平庸的人耳中，就變成了矯情。第15，關於應有盡有，如果你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都能歸結為金錢問題，那麼那些有錢人在你看來就是高枕無憂，擁有了全世界。但等你搞定金錢問題後，你就會發現還會有很多別的問題。富人的圈子裡也是富人，所以金錢並不能把他們區分開。他們也和你一樣，有各種各樣的煩惱，承受着社交壓力，他們的孩子也会遭遇霸凌。投資人也一樣，希望他們工作更加拼命，他們也同樣沒有足夠的時間陪伴伴侶等等。就像金凱瑞曾說，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富有且有名，可以做他們曾經夢寐以求的所有事，這樣他們就會發現，這也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。我們每個人都會憧憬遠方的風景，當我們面對眼前一團亂麻時，年輕且貧窮的我們常常會想，等我有了錢，那些親情、友情、愛情、事業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。但當我們真的到了遠方，就會發現這裡的生活同樣千瘡百孔。就像張愛玲說的，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子，上面爬滿了虱子。有錢人的生活在我們看來就是那襲遠看非常華美的袍子，只有穿在身上才會發現，它同樣可以讓人輾轉難眠。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斷追尋答案，在我們貧窮的時候，常常誤以為金錢就是那個答案。希望大家都有機會擁有金錢，然後繼續追尋下去。那麼鄧大爺問你一個問題，曾經你認為有什麼東西會徹底改變你的生活，但當你終於負擔得起的時候，卻讓你大失所望了呢？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經歷吧。最後給你一個額外的小獎勵，創造財富的人常常會遭受那些站在道德制高點的人的攻擊，他們內心深處想說的是，雖然我的生活方式不如你，但我比你強，因為我道德高尚。但貧窮沒有什麼高貴一樣，就像光說你很有錢，也不代表你有什麼高貴一樣。富有也沒什麼高貴的，
只有當你不再自視清高，不再想着向社会展示你有多麼高尚的時候，你才能真正有能力去追逐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。財富意味着你的生活將不再依賴於你的行動，意味着你躺着睡覺也照樣有錢賺，意味着你擁有能夠產生收入的資產。當你看到有人攻擊那些有成就的人時，仔細研究一下他們的動機，你會發現，通常情況下，他們就是希望通過扳倒別人，從而把自己或他代表的團體推上神壇。別再玩這種無聊的遊戲了，別再在意你生活之外的那些人怎麼看你，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生活。哪怕你還需要走很長一段路，別怕，我們會一直陪伴你，幫助你，讓我們攜手並進吧。